张凌赫自述成长经历，母亲常与他人对比，与蒋教熙有相似感受。张凌赫在访谈中坦言，妈妈总拿他与别人家孩子比较，这种成长经历既塑造了他的倔强与野心，也折射出中国式家庭教育的普遍困境。当明星与普通人一样活在比较的阴影下，我们不禁思考，这种无形的压力究竟是动力引擎，还是成长枷锁？张凌赫的原生家庭，妈妈的比较，是成长的枷锁还是动力的引擎？张凌赫，娱乐圈里近几年最有话题度的年轻演员之一，每出现在大众视野，总有一股不服气的少年气，眼神里带着点倔强，也带着点不安。最近他在访谈里聊到自己的原生家庭，说妈妈总是会拿他跟别人家的孩子比，这一段发言直接把弹幕气氛点燃了。谁小时候没被拿去比一比？咱们小时候，谁家妈妈没说过那句经典台词？你看看人家谁。张凌赫也不例外。可娱乐圈的残酷在于，这里的别人家孩子永远不只是班里的学霸，还是一水儿自带光环的蒋教熙们。当张凌赫说妈妈会拿他跟别人比，弹幕里瞬间一片集体共鸣。妈呀，原来明星也是被比较长大的平凡人。这是真实感，是击中每个中国式家庭长大的孩子的痛点。细品张凌赫的成长背景，那种被比较的压力，像一道无形的枷锁，把他和所有努力想要证明自己的年轻人绑在一起。妈妈嘴里的别人，从来都不是具体的某个人，而是永远无法达成的标准。你能考100分，人家能考满分；你能进娱乐圈，人家能大爆，能上热搜。张凌赫说的时候，眼里有点无奈，有点自嘲，更多的是一股想拼命挣脱的劲儿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特别提到和蒋教熙有相似之处。蒋教熙，那个被称为别人家孩子本尊的天赋型选手，演技、资源、人生仿佛开了挂。张凌赫自曝和他有共同点，这不就是两种被比较的极端样本吗？一个是妈妈嘴里永远不够好的自家娃，一个是被所有人当成参照物的别人家孩子。对比之下，谁更累？一个拼命追赶，一个被捧到高处不胜寒。张凌赫的坦诚很有冲击力，他没藏着掖着，也没用苦情滤镜装受害者，反而把这种比来比去的成长经历当成一种推力。你可以说这是自我消化的结果，也可以说是娱乐圈教会他的生存之道。但话说回来，这种母上大人式鞭策，到底是成长的助燃剂，还是一剂慢性毒药？弹幕里有粉丝说，小时候妈妈总拿我和隔壁的学霸比，长大了老板拿我和同事比，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怎么永远都有人更优秀？是不是有种无解的循环？有人说，正是这些横在前面的别人，才逼出了张凌赫的韧劲和野心。你看他在剧里永远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，但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，演技有棱角，情绪有张力。那种我一定要证明自己的狠劲，没被比较过真的练不出来。可反过来，这种持续的被比较也容易让人焦虑、迷失，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。娱乐圈里多少人就是在这样的自我较劲中迷路的。再说蒋教熙，站在别人家孩子的顶端，也未必轻松。全世界都盯着你，期待你每次都能超越自己，稍有波动就成了神话破灭。张凌赫和蒋教熙，一个拼命追，一个被动被追，谁的成长更幸福？真的很难说。所以说，张凌赫的这番发言，真不是一段普通的鸡汤。他把无数普通人的成长困境搬到了聚光灯下，直接戳破了别人家孩子神话。你以为娱乐圈的光鲜亮丽背后只有资源和流量的较量？其实更多的是一代又一代人被比较裹挟着往前冲，谁都在找自己的独特答案。有人说，能被拿来和别人比，已经说明你有了被比较的价值。
可长大之后，谁还愿意永远活在别人的影子里？张凌赫的倔强是对抗比较的呐喊，他的坦率是给所有被比较过的孩子的一针强心剂。谁不希望有一天，妈妈嘴里的别人家孩子就是自己？评论区留给你们，聊聊你们被比较的成长故事吧。你觉得被比较是动力还是压力？你身上有张凌赫式的倔强吗？你羡慕蒋教熙，还是更能理解张凌赫？谁的成长更像你自己？别只做看客，来，咱们一起聊聊，谁还不是妈妈心里的别人家孩子？